Hello，大家好，我是郭有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今天的视频呢是一个简短且快速的一个行情分析视频啊。在分析比特币行情之前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情报，就是 Bybit 呢它推出了这个 Bybit Launchpad 的第二期的一个活动，就是会上线这个叫做 Crop Bytes 的一个币一个项目。那不管它上什么项目啊，重点是呢这一期的这个 Bybit Launchpad 呢是必须且仅限用 BIT 来参与的，就是之前一直有给大家推荐这个 BIT 这个 BIT 刀的这个币。那这一次的这一个CBX 呢，就是 Crop Bytes 呢，它是只可以用 BIT 来去认购的。那认购的数量应该不会很多，单用户分配上限是5000个这样子。预计要拿到5000个，如果你想就是份额全部拿满的话呢，估计你需要持有比较大量的一个 bit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不是在推荐这个 crop buys 就我其实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我看中的是呢，这个 Bybit Launchpad 呢，它在第一期上了这个 bit 的质押之后，第二期呢推出了这个 crop buys，我觉得这算是币这个东西，这个币的一个开始慢慢的有这种实用的一个场景了。这种模式在之前呢，你可以类比为是交易所的 IEO 其实也就是 IEO，就是 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 那之前呢，像币安它也会用这个 BNB 来去做这个一些币的认购，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推的那个 SFP。它就是你必须要持有这个 BNB 然后把 BNB 放进去，你就可以去得到这个SFP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模式。那这个BIT 的这个模式呢，目前我来看，就我还不太清楚它的细节，但我觉得它有点类似，所以呢。可以去参与一下，估计也不会真的会消耗很多的这个币它的数量很小。你即使拿满5000个，你看它现在的价格是一个 CBX 等于0.1个 USDT，0.1个 USD，那你即使拿满5000个，也就只是会占用你500刀的一个资金，是很小的一个数量，很小的一个数量。你甚至你可能还不一定有那个就是资格因为它需要有一个快照然后去给你可能要算一下你的比例什么之类的，你才可以去有资格认购一定数量的 CBX。所以就当它是一次抽奖好了。然后如果你想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个 Bybit 的活动的话呢，你可以用我视频下方这个 Bybit 的链接这个 Bybit 链接。这个可能太小了，我们看大的。对，比如说用这个 Bybit 链接，然后你就注册 Bybit，现在好像已经不止1600奖励金了，现在入金的话最多是有3000刀的奖励金趁着还有活动的时候可以赶紧去参加。然后呢，也推荐大家用比如说币安的这个折扣的链接，这个本身是有8折的一个优惠的，然后如果你用 BNB 来抵扣手续费的话呢，是总共累计差不多减掉40%的手续费，是非常非常超值优惠的一个注册链接，一定不要错过。OK， 然后我们来看回比特币的行情其实可以顺着刚才这个视频，这个是我昨天视频里面有跟大家讲，我说我认为比特币呢，它有可能会走出这样的一个弧形，就是当时是632这样子，那其实现在不是，现在是620了，不好意思。昨天讲的时候是632，然后我记得昨天最高应该是去到了637、638，差不多638差不多638。当时在视频里面说的也是一样，我认为它还会继续往上冲一冲，再往上冲一冲之后呢，应该会有一个这样的回调。我们看回今天的这个行情呢，确实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曲线。我画的还稍微保守了一些，如果你要画的更加的，就是贴合视频的话，其实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图形，对吧？我们放大一点，基本上是这样的图形。然后你对比回去之前那个视频呢，差不多，把它稍微放长一点，就差不多出来这样的形状。那么我先说结论就是我认为它依然是有可能会继续再往下回调，到了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应该会产生它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引力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你看前面这个引力也是非常的明显，价格在这个位置吸住了差不多有2天，差不多吧，应该有2天多，从10月23日到10月25日，对，有2天多这样子的一个时长。那如果这次下来的话呢，我相信它依然会是沿着这个上升通道这样子去上下的一个震荡。而且根据你就看现在最近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情况
无论是多头也好，还是这个空头也好啊，量呢都缩得很厉害。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月线吧，看一下 month 的这个交易量。如果你去看月线的话呢，你会发现啊，出来了。如果你去看 month 的交易量呢，首先我们看的是 Bybit 的 BTC USD 这个交易对的这个行情啊，这个跟 USDT 不一样啊。USD 呢是币本位的，那币本位呢看交易量的话，我个人认为会比较的客观，比较准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月的交易量呢，现在这个月还剩下4天5天4天吧，4天。还剩4天的话呢，目前看交易量是不如上个月的。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月它会追上上个月呢？我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一点难度啊，它有可能差不多这样子，差不多。换句话说，当你去用月线看行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市场呢已经不再是差不多半年前的那样的一个狂热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了。你看1月份的交易量都远远大于这个月的交易量，今年2021年1月份的交易量远大于现在的这个月的交易量。换句话说，就是从我们去想象一下的话，就是有很多的玩家呢，他确实停止了交易，他有可能把他的币 hold 住了，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市场。那我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啊，它接下来的话的上涨是缺乏这个动能的。目前来看缺乏动能，它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需要一个大事件的发生。目前来看还没有。像之前 ETF 的这个大事件的发生，可以说它的利多已经是完全的出尽了，目前来看是出尽了，除非接下来就像我看到我的 Discord 社区里面有人说，说不定这个10月份比特币现货的 ETF 会上，我这里也可以，我同样认为，我也可以给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说现货的 ETF 真的上的话，那确实比特币就一飞冲天。会有大量的资金涌入进来，它真的会有很大概率会去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但是那件事情就比特币的现货 ETF， 毕竟它没有落地，而当下来看呢，又缺乏了一个新鲜的这种很炸的一个信息，去让这个市场活跃起来。从交易量我们又能看到，无论是 hold 的人的增加，还是离场的人的增加，那么这个市场接下来都很有可能会有一个理性的一个回调啊。那我的观点就是不要害怕，如果你持有的是现货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就像之前这一波下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是给出来一个说临界点对吧？大家拿好你的现货。那现在其实呢回弹起来，包括之前回弹到这个63000，它都是一个就是你持有现货不需要去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持有现货你就不要焦虑了，你如果能够拿得了长线你不要去做什么波段，你就拿长线一直拿着就好。拿到什么时候呢？拿到2-3年吧，我觉得拿个2-3年这样子，就包括我自己对于我拿这个币的计划也是拿个2-3年，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放了里面的钱，只要是闲钱的话，它就不会影响我的日常生活。这里包括我之前我去讲那个就是上周6讲的第1节这个自然交易理论的课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反复强调，就你拿来投资的钱其实就应该是你的闲钱，如果你加了杠杆你去借钱，那其实是非常危险。就像大家看的最近很火的韩国的这个鱿鱼游戏这个韩剧一样，如果你去借钱你去进行交易，就像那个男2号是做期货的嘛，对吧？在韩国做期货，韩国的这个金融市场也是非常发达。如果你这样子去交易的话，那你其实真的你一输你就什么都没有，你可能真的就会被逼到像鱿鱼游戏里面那样子的情况，就是生和死的一个关口。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就算用闲钱，你也有可能可以抓到一些很不错的机会，而且你用闲钱，你可能会有更加淡定的一个心态，可以去捕捉到一些好的机会像
之前我记得半年前就有人在群里面讲到那个萨摩啊，那是最近涨得很厉害，对吧？这些狗类的都还涨得挺厉害。然后像比如说，如果你有闲钱参加 BIT 的话，那 BIT 从它一开始你能够在 Bybit 买入到现在，也已经涨了60%-70%了吧？还没有翻倍，但是六七十肯定有了。而且接下来的话，我也认为它有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OK 了，那今天视频呢就先说到这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视频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以及转发给你的朋友，然后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今天视频就到这里，谢谢，拜拜。